大家好，我是洋房姐姐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一套老房翻新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房，而是位于朝阳公园旁的老牌豪宅。真正的出凡入境，特别受明星们的青睐。Hello， 哎，久等了。欢迎和客厅呢连在一起，它也是过厅，也是展厅，也是收纳的空间。走过过厅，我们就到了这个餐厨空间了。这个空间其实还是非常开阔的。对，而且我注意到，我们的中厨和西厨它都是开放式的，但是一般中国人其实还是喜欢选择一个独立的、封闭的中厨。业主他的用餐习惯，主要是以早餐和晚餐为主。然后这种氛围的话呢，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等室内和室外有个更好的连接关系。其实更多的是让这个空间打开之后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，多一些人情味在里面。我看一抬头，对，视线就被这个灯吸引了。对，这个水晶吊灯，我觉得像是这个餐厅的一个焦点，就是坐在这儿吃饭，我觉得立马这个仪式感就有了。你的眼光真好，是吧？因为这个灯的话呢，它是一个意大利手工定制品牌，一共40个叶片。它其实呢是树叶，每一片叶子呢都是纯手工打造的，每一片都没有重复的。另外的话，上面的这个铜呢，它是藤蔓。所以你把其实这个屋子很重要的一个互动交流空间，就是我们餐厨空间，做了这个仪式感是最强的。对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又回到了玄关，然后去看看刚才那个被玄关遮挡的主卧。主卧还是非常有仪式感的，我从刚才这个双开门就已经感受到了。对，而且你说进来吧，我觉得是低调的奢华，因为你看它其实家具还是简约风格的，对，再加上有一些细节，其实做的是非常的讲究。就像我脚底下这个拼花的木地板，其实它这个工艺应该还是很复杂的。因为我们在选择这块地板的时候呢，其实也很有寓意的，像一个铜钱一样，对吧？然后另外呢，它是一个纯手工做的，也是它这个房子的这种独有性。因为我最近也刚刚结束一个别墅项目的装修，历时2年多，将近3年，对别墅装修这里的问题真的是深有感触。其实房子越大，它牵扯的问题越多。是的，比如说从基础、土建结构改造、机电设备，然后产品，包括软装、家具的海外代购，这些东西呢，都会考虑到整个项目的影响。所以这种系统性的服务能力还是很难得的。设计不光停留在设计图上，更重要的是还原落地。这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都倾注了设计师的心思。那姐姐今天分享的这套老房翻新的设计，有没有戳中你的心呢？